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B 技术重堆机。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分区，分区是一个对角分区，从第二个基准点分到而上，前边呢是一个4/6分，从第二个基准点呢直接分在它的眉中或者是眉峰位置。然后从后区开始拆建结构，那么我们后边的发片的第一片头发大概分3指位。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它的内部结构。好，首先呢，我们是一个斜前分线，第一片头发呢左右分成2份，然后梳子平行于分线梳理头发，角度呢是45度提升。我们的切口呢是与我们的分线保持平行的。两边的操作相同。找到我们左边剪过的引导线作为引导，同样45度提升。剪完以后呢，左右梳理一下头发，精修一下我们剪过的引导线。然后第二片，我们在分发片的时候，一定要让每片头发的斜度保持一致，平行第一片头发的分发线。继续用第一片修剪的方法修剪第二片，在剪第二片的时候，取出第一片的头发作为引导线，梳理头发45度提升，以下区头发为引导。那么我们从第二片开始，最后一刀呢，我们要把角度略微降低一点，这样的话可以更容易的去保留整款发型的外轮廓底线。两边操作方式相同，以下区头发为引导。最后一刀头发角度呢，逐渐稍微给它降低一点点。下一片，同样斜前分线，与第二片头发分片保持平行。我们在分发片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两边头发的对称度。继续，这一次呢，我们从中间取出一个横向发片，直接以下区的头发作为引导，一定要看清下区的引导线，提拉角度平行地面下降一半45度。剪完以后，中间呢它就已经有引导线了，然后我们直接以中间的头发为引导，向两边开始修剪，继续45度。好，同样到最后一刀头发的时候呢，角度再次的略微给它降低一点。根据我们想要的效果可以来降低你的角度，控制它的外轮廓形状。继续。
继续降低角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块发型的一个饱满度以及它的堆积重量。继续下一片。你分线的这个斜度，它会影响你剪裁切口的斜度，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保持均匀。继续从中间取出发片，找到下边的引导线，继续。好，到最后呢，角度同样降低。最后一道降低。最后一片，把我们的中间的头发继续分出来，找到我们下去的引导线，找到引导。大概过转角以后呢，角度呢要不断的降低角度，大概的呈现过程呢就是45度，45度到转角以后呢，40度、30度这个样的一个变化。继续。角度降低，好，整个后区呢修剪完成，我们呢把头发稍微打理一下，它的厚重感和堆积感现在呢已经呈现出来。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侧区，侧区我们同样用斜前分线与后区头发进行连接，分出侧区分片的时候呢，我们同时把后边的发片给它分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连接性会更好。平行分线，以后区头发为引导，同样斜前切口。整个侧区的角度呢，会适当的稍微偏低一点，大概控制在30度左右。同样，最后这一刀把角度降低。那现在呈现的一个结果呢，是一个前面低后边高的一个三角形。继续。
最后一刀，角度几乎降低为0度。好，另一侧。同样采用我们的斜前分线，前低后高。以后区头发进行连接，角度大概控制在30度左右，以后区为引导。因为我们分的是一个4、6分，我们现在剪的是6分这边，6分这边呢会比4分那边呢稍微的长出来一点点。继续。两侧呢，除了长度会稍微有一点点偏差以外，其他的修剪过程一模一样。好，最后一道几乎降低为0度修剪。现在呢，两侧已经修剪完毕。这是我们的湿发剪完的一个效果，4、6分，这边是4，这边是6，看一下这种结果。好，我们现在呢头发已经吹干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精修。精修呢分为3个步骤，第一个呢是它的结构精修，第二个呢是发尾的一个柔和处理的精修，最后呢是一个轮廓精修。首先呢，我们先进行第一个结构精修。结构精修呢，就是把头发重新的把每一片头发的发片给它提拉起来。如果说中间会出现一些瑕疵呀，或者是不完整，我们呢可以适当的稍微的去给它调整一下啊，用原来的分区分线进行调整。更简单的去理解呢，就是打磨一下我们的发尾啊，让发尾呢整体的结构更加的干净。
那我们在精修的时候呢，角度要和我们在湿发裁剪的时候的角度提拉的是一致的，否则的话呢，你会破坏掉你在湿发剪的时候的一个内部结构。精修的时候，我们的发片可以适当的分得稍微厚一点点啊，毕竟呢，我们只是打磨一下发尾。那么通过观察呢，我们这个头发吹干以后和湿发裁剪完以后的结构呢，它的误差不是很大啊，基本上瑕疵呢不是那么明显，所以说呢，我们快速的分厚一点的发片进行打磨一下即可。好，然后呢，我们把头发提拉起来，给它做一个发尾的一个柔和处理。这个呢，也是根据我们在发廊当中顾客群体进行去调整。如果说发量特别多的顾客呢，我们去的量可能会更大一些甚至呢，我们会用到特殊的一些工具，比如说牙剪以及胖胖剪进行去处理。在修剪的时候，我们的剪刀与发丝的关系呢，它一定是90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头发是直的，我们的剪刀也要直的进去千万不要摆得太斜。如果说遇到发质呢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斜一点的切口拿走更多的量感。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头模上面呢就不需要，因为它的发量本身呢就不是说特别多。所以说呢，我们根据情况进行去调整。这款发型它量感最容易突出的地方呢，就是鬓角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鬓角的位置呢，它的点剪密度呢，可以让它稍微再大一些。OK， 另外一边。柔和完发尾以后，整个发型它的动感，它就会更加的上一个台阶。像我们侧区的头发，因为它比较薄，所以说呢，我们更加的要注意，要小心一些。OK， 现在呢，它的结构精修和它的这个发尾柔和呢已经进行完毕了。那么接下来呢，就它的最后一步，我们可以给它去做一个底线的精修。底线精修呢，
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在客人看他的接受范围，如果说这个客人的接受能力呢属于是比较保守一些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以现在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把发尾稍微的给它点剪的更干净一些，更整齐一些，然后呢把我们侧区比较多出来的头发呢给它切掉，点掉就可以了，点的更加流畅一些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呢去示范一种比较有跳跃性的一种点剪方式创建一个双曲线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形状。好，首先呢，我们把头发一定要自然的给它梳顺梳顺以后，我们从后边呢给它修一个弧度，修这个弧度的时候呢，从后边的正中间和我们侧部拐角处也就是它的夹角处进行去一个连接，剪一条斜线这个斜线呢是一个倾斜的一个状态好，首先呢，我先观察一下它的正后方确保找到它的正中间，然后从它的正中间的位置进行去下剪刀。以我现在剪的这个切口和我们这个最高点进行连接。现在呢已经连接起来了，它是一个比较流畅的一个弧线我们先大概的给它切出来，切出来以后，我们再去精修。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我们在修这个底线的时候，给真人剪，它其实会更方便一些因为我们的客人的脖子呢，它属于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这个比较硬，你的剪刀呢往里边压的时候呢，可能说有一点不是那么的方便稍微简单点剪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切的非常非常硬朗的那种OK， 现在呢一边基本上已经修的比较完整了，然后我们另外一侧还是接住我们下刀的这个部分，向另一边裁剪，用同样的方式就可以了。用这个点和这个点进行连接。你会发现现在后边呢是一个角。好，我们在修这个角的时候呢，一定要站在它的正中间的位置不要站偏了，站偏了以后，那么你修出来的角呢也会倾向于一边我们在剪这个右边的时候呢，它会稍微有一点不是很顺手，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要多观察，多去观察。
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提出说，老师，我们为什么在剪头发的时候会遇到这种后边修成尖的呢？这种修尖的这种状态可能说不是那么的常见，那么的多见。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形状，在体系里边呢，它是一个比较经典、比较标准的一种呈现状态。OK， 这边呢几乎也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和高度，我们呢要去站在稍微远一点点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其实修得很干净，然后你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还会有一些藏在里边的瑕疵或者藏出来的头发呢，你看就像这种的，它就露出来，然后呢，再去给它点剪一下，点剪完以后，你甚至还要再去梳理它，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你梳出来头发以后看不到瑕疵为止。如果说有些同学在修剪这种发型的时候，用的是刻痕剪修饰的修剪的整个过程呢全部都是点剪，那么你在精修底线的时候呢，你可以尝试一些用柔和一点的方式进行去操作。清理一下我们的碎发，让我们看到这个边缘线呢会更加的清晰一些。好，这个头发呢，它的最终的一个呈现是一个46分，是一边长一边短的一个状态。OK， 整体的一个结果呢已经出来了。然后呢，来看一下，它是一个46分，一边长一边短，后边呢是一个倒三角的一个状态。